大家好，我是米娅。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北京或者上海或者是深圳这3个一线城市的朋友，他们每一个人都深信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是中国物价最高的城市。然后我今天呢，就想带大家做一个数据上的比较，然后来看一下哪一个城市才是真正的中国一线城市当中物价最贵的，然后哪一个是一线城市当中最宜居、性价比最高的城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这个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的支出结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衣食住行在总消费当中所占的比例。我们先来看服装类，在这个品类里面，北京和深圳的价格是非常相似的，而上海呢，在衣物类是跟其他城市持平，但是它的鞋类却比其他的2个城市要贵了将近15%。下面我们来看一下3个城市的食物的价格。这张表列出了在各大超市都能够看到的瓜果蔬菜以及一些基本食材的价格。我们把这些食材的价格加总，就发现上海仍然是最贵的城市，它比深圳要贵出18.85%，而深圳又要比北京高出5%。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居住的成本。如果我们看租房的数据，那么在市中心以内的公寓房，上海的价格会是最高的，它的1房1厅要7600块钱，而它的3房1厅将会是17000。而如果是市中心以外的公寓，那么北京将会是最贵的，它的1房1厅要4300块钱一个月，而市中心外则需要9500块钱。如果我们是以购房的成本来比较的话，北京就会是价格最高的城市。它不管是在市中心以内还是以外，每平米的价格都是比上海和深圳要高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出行的成本，这里我们分为公共交通和私家车出行。如果是公共交通的话，上海应该是月票是最贵的，200块钱，而深圳会是最便宜的。然而如果是私人交通，比如说坐出租车或者是自己开车，那么看起来北京是最便宜的，而深圳会是成本最高的。我们现在已经看了所有的北上深3个城市的衣食住行的所有的数据的比较。那么上海的成本比北京要贵6.9%，包括房租啊，所有的这些生活成本都包括在里面。然后北京要比深圳要贵13%，所以呢，上海是最贵的，深圳是相对来讲最便宜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深圳19000块钱一个月所能够实现的生活水平，在北京需要21400块钱才能实现，而在上海需要23500多块钱才可以实现，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每一个城市如果脱离了收入水平谈物价都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将会去看一下哪一个城市在大数据上来讲是收入水平最高的。我们下面来看这样一张图，这一张表里面就可以显示，3个城市的收入水平其实非常的接近，但是北京仍然是略高于其他的2个城市。北京的月平均的工资是8767块，那么它比深圳平均要高6.4%，而比上海要高2.7%。所以答案就揭晓了，其实北京
才是收入最高的一线城市。那么但是呢，它的收入水平其实并没有比上海和深圳高多少，其实只是高几百块钱而已，每个月平均收入。那么但是考虑到它的物价是全国第2而不是第1，那么所以它的这个性价比应该来讲是要比上海要高的。上海的朋友很不幸的是收入是全国第2，但是物价水平却是全国第1，所以真是有点可怜。然后深圳是一个收入水平全国第3，物价也是全国第3的地方，所以和北京相似，它的这个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是比较有一个平衡的。所以呢，这就会是我这一期的内容了。在接下来的一期，我将会带大家去比较一下其他的亚洲的城市，比如说新加坡和台湾还有香港，然后并且用上海的数据和这几个亚洲的中心城市做一个比较，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的发现呢？关注我的下面一集咯，拜拜。